有人用精神原子弹来探讨战争的规律，这些人是不是不把解放军当成了人民的子弟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呢，在某个群里边讨论聊历史啊，就有人说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志愿军、解放军，历史上我们这些队伍战争中打赢强大对手，根本不是靠武器，武器对战斗不重要。你想，小米加步枪打赢了抗日战争，小米加步枪打赢了解放战争，小米加步枪打赢了抗美援朝。你说当初这个北洋水师那么好的装备打不过日本，为什么？他讲话，只要北洋水师有了红军精神，就一定能够打赢日本海军。我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你说武器不重要，那你了解不了解北洋跟日本双方的军舰和舰炮是什么水平？他说，炮没有任何意义，精神最重要。我说，那你现在小米加步枪能不能打赢现代化战争？他们说可以呀。你看美国这回撤军，不就是说明先进武器没有任何用处吗？我是一直不喜欢这种说法，说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这个精神没错，勇于牺牲，勇于奉献，那就是解放军的一个本质。但你要说武器不重要，那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们的战士没有真正的感情，只有念宣传稿的惯性。小米加步枪确实曾经是当年的困难条件，也是一个精神代表，但是这种艰苦从来都不是人民军队追求的目标。跟我争论的两个人呢，一个是解放军的一个退役大校，还有一个呢是某省党校的教授。按说以他们的身份，应该比一般人更了解党史，应该更了解到1949年以前的党史不可能跟军史分得开，他们不可能不懂军史。而一个真正懂党史的人不可能不学军史。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是从红军时代开始，人民军队从来不会说什么武器不重要，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更好的武器，但是拿不到，所以我们的战士是用自己的生命填进去来换取胜利结果。你想，抗日战争时期最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八路军2万多人呢，拿不下日军一个大队，缺什么？缺火力。抗美援朝长津湖9兵团付出这么大代价，最后美国陆战一师还是跑掉了很大一部分。为什么？不仅是缺冬装啊，也是缺火力啊。都说解放军火力不足恐惧症是治不好了，为什么？背后就是因为经历过这些艰难，让中国军队对技术、对火力、对科技、对现代化有无尽的渴望。流血牺牲无法避免，但是我们更应该希望是让敌人多流血，我们胜利的时候少一些牺牲。所以我们的军工搞科研发展新装备是干什么？是救人，救我们自己的人。军人勇于牺牲是一回事儿，但是有些人说武器不重要，是他们觉得战士牺牲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要是一直觉得战士的生命不重要，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回顾历史，人民军队强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清醒。红军时期我们就想办法造武器，抗日时期我们八路军就要搞自己兵工厂，解放之后我们要有完整的军工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的国家可以靠买，我们玩不起，因为我们体量太大，只能靠自己的能力。这种历史在各个媒体上已经讲了很多遍，可能有些人就是没听进去。90年代以后，我们又发现我们的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和理论都和外国的先进水平差距太大，而且是明显代差。这个时候，有人就拿精神胜利法出来安慰麻痹自己，说我们只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就一定能打赢。但是我们军工部门的人是不会这么自己骗自己的。基层部队可以说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国家军队的领导还有军工部门都明白未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战争，就要有什么样的武器。所以90年代军工还要搞突围，怎么突围啊？靠的是几十年来一点点一滴滴积累出的基础理论，这都必须是科研领域的硬功夫。你想，为什么印度搞武器型号总是出问题？为什么到现在美国都不允许日本掌握某些核心技术？为什么我们90年代大范围落后于时代，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拿出一支亚太地区谁都不敢惹的现代化高科技军队？美军条令里边描述解放军先进、现代化这些词儿用的是越来越多。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就在于什么？中国军工科研人员当年是忍得住艰苦，现在也保留了过去的奉献精神，通过无数次尝试、无数次失败，是一点一点让我们掌握了基础理论，掌握了核心技术，我们有了印度等国家根本没法有的基本功。
我了解这些，因为我们家里人就是从那种艰苦里边把一个一个武器体系从报告变成图纸，从图纸变成产品。每一个成功的型号背后都是10多年里边无数次的实验、测试和失败。小时候就看着家里人晚上深更半夜趴在书桌前加夜班，或者去靶场、去基地搞实验，一去1、2个月。我还记得家里人说过嘛，当年困难时期搞基地建设，沙漠上缺水啊，就只能种一点点蔬菜，那个蔬菜只能勉强够病号吃。所以说呢，我也同意精神力量特别重要，我认同。而我们中国军工体系的人呢，就是靠这种精神力量，把我们的军工、把我们的武器装备生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如果有人说只要这种精神，武器不重要，我只能是特别反对。因为这种态度根本上就是否定了中国军工行业的精神力量的成果和价值。好，关于某些人说的武器不重要，精神能打赢，我是什么态度？今天说得很清楚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